大家好，欢迎来到 YouTube 频道詹姆斯的技术世界。这一期 Windows Server 2025知识分享，我们来讲一个非常实用，也是日常运维中经常会用到的内容：文件共享与 NTFS 权限管理。在本期视频中，我会带大家从基础入手，讲解 Everyone 共享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在实际环境中合理配置共享权限和 NTFS 权限的配合。同时还会演示多用户访问测试，以及如何清除 Windows 凭据信息，解决账号切换的问题。这些内容对于后续学习企业文件服务器权限控制都有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如果你对 Windows Server 网络管理或者 IT 运维感兴趣，欢迎订阅频道，点个赞支持一下。那我们开始吧。共享文件是通过本地网络让 Client 用户可以访问 Windows Server 2025的内容。由于 Windows Server 2025创建了不同的用户，有的用户可以读取，有的用户可以修改和写入，有的用户可以具有完全控制。具有完全控制的用户就是 Administrators。NTFS 权限从 Windows XP 开始已经全面支持文件系统 NTFS。NTFS 权限具有完全控制、修改、读取和执行、列出文件夹内容、读取、写入、特殊权限等。比如说新建的一个文件夹 NTFS 没有设置写入权限，文件共享时有写入权限，最后用户在访问时还是没有写入权限。所以不管是读取和写入，文件共享和 NTFS 权限都要设置成相同权限的操作，才能避免很多奇怪的问题发生。此视频讲解的内容有 Everyone 文件共享、共享和 NTFS 权限设置、删除 Windows 凭据信息。在进行操作示范之前，注意一下 VMware Workstation Pro 为 Host Only 模式，让 Windows Server 2025与 Windows 11处在相同的网络。Windows Server 2025的 IP 地址为 192.168.0.1， Windows 11的 IP 地址为 192.168.0.10。用户需要手动创建 Tom 和 Peter， 这些基础操作需要翻看往期的视频教学，就不在此演示了，这是为后面的教学做准备。这里讲一个最简单的文件共享方法，那就是 Everyone 文件共享，这也是系统默认自带的权限，也可以手动删除它。在 Windows Server 2025系统的 C 盘，新建一个文件夹 File Sharing， 鼠标右键，点击属性，点击共享，点击高级共享，选择共享此文件夹，点击权限，点击 Everyone， 选择完全控制，点击确定，点击确定，点击关闭，切换到 Windows 11，进入此电脑，在地址栏输入 Windows Server 2025的 IP 地址。此时会看到共享的文件夹 File Sharing，
点击进入之后，可以随意的创建文件、修改文件，甚至是删除文件。如果不在局域网络的环境下，可以将2台电脑通过网线连接，高速互传文件。这是最简单的文件共享方法，也是免费使用的技巧，不用购买价格昂贵的 USB 互通数据线。Everyone 文件共享适合电脑数量很少的场景。如果是在电脑数量很多的情况下，需要在 Windows Server 2025建立多个用户，明确划分哪些用户有读取权限，哪些用户有修改和写入权限。操作之前需要注意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删除 Everyone 用户文件共享。第二个问题，禁用继承。还有4个操作流程。第一步，设置 NTFS 权限。第二步，设置共享。第3步，创建子文件。第4步，登录用户和测试。第一个问题是删除 Everyone 用户文件共享，因为有它的存在，无论其他的用户登录访问时，会随意写入和删除共享的文件。创建除了 Everyone 以外的用户会显得毫无意义，所以要删除 Everyone 用户文件共享，只允许指定的用户访问它。第二个问题是新建一个文件夹后，一定要禁用继承。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新建一个文件夹后，里面的子文件会继承上一个文件夹目录的权限，不利于在同一个文件夹下为不同的子文件在权限上做出精确划分。举例说明， Tom 有读取权限，可以打开文件夹 File Sharing， 但并不意味着在此文件夹下可以打开所有的子文件。再举例说明， Peter 有修改和写入权限，在 File Sharing 文件夹下，有的子文件可以被 Peter 修改和写入，有的不可以。以上的举例说明就是禁用继承的结果。第一步，设置 NTFS 权限，切换到 Windows Server 2025的 C 盘，鼠标移动到文件夹 File Sharing， 鼠标右键，点击属性，点击安全，点击高级，点击禁用继承。提示要选择哪一种处理方式。第一个提示将已继承的权限转换为此对象的显示权限，点击它不会删除用户，只是取消了一些用户与 administrators 有继承关系。第二个提示，从此对象中删除所有已继承的权限，点击它会删除 administrators 以外的用户。选择第二个处理方式，点击从此对象中删除所有已继承的权限，重新分配指定用户权限。禁用继承之后，下一步为 Tom 分配读取权限，为 Peter 分配修改和写入权限。点击添加，点击选择主体，先为 Tom 分配权限，输入用户 Tom， 点击检查名称，确认用户是否存在。如果出现了计算机名称和用户的信息，说明用户是存在的，点击确定。选择读取和执行，列出文件夹内容、读取，这些缺一不可，它们不会单独生效的，而是选择一个，其他有关的选项会自动选择。确认好权限后，点击确定。
再一次点击添加，输入用户 Peter， 点击检查名称，确认用户是否存在。确认是存在的，点击确定。选择修改，写入权限会自动选择，这里修改和写入缺一不可，不能单独生效。选择修改和写入的前提是要有读取的相关权限。确认好权限之后，点击确定。下一步要确认一下 Administrators 是否已经选择完全控制，否则技术人员无法在本机创建文件和文件共享。点击编辑，选择 Administrators， 点击完全控制，点击确定。第二步，设置共享，点击共享，点击高级共享。选择共享此文件夹，点击权限，选择 Everyone， 点击删除，点击添加，逐一添加用户 Tom 和 Peter， 为 Tom 分配读取，为 Peter 分配更改。这里说明一下，更改权限不会单独生效，会自动选择读取，而读取是更改的前提条件。点击确定，点击确定，点击关闭，退出这个窗口。第三步，创建子文件，点击进入文件夹 File Sharing， 分别创建文本文件 Test1 和 Test2。创建之后，对这两个文本文件编辑内容并保存退出。让 Tom 对 Test1 有读取权限， Peter 对 Test1 有修改和写入权限。鼠标移动到 Test1，鼠标右键，点击属性，点击安全，点击高级。Tom 和 Peter 都与 Administrators 有继承关系，点击禁用继承。点击第一个将已继承的权限转换为此对象的显示权限，取消他们的继承关系，这样不用手动删除并重新添加用户。点击确定，点击确定，退出 Test1 的设置窗口。最后让 Tom 对 Test2 没有读取权限， Peter 对 Test2 没有修改和写入的权限。其实并不难操作，重复上述的过程，删除 Tom 和 Peter。做完这些，是为了证实登录用户的时候，这些权限是否生效。完成了共享和 NTFS 权限设置之后，接下来切换到 Windows 11，在此电脑的地址栏输入 Windows Server 2025的 IP 地址 192.168.0.1。此时弹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记住不要选择记住我的凭据，否则下次登录访问时很难切换登录用户。先测试有读取权限的 Tom， 后测试有修改和写入权限的 Peter。
如果在 Windows 11的地址栏输入了 Windows Server 2025的 IP 地址，并且选择了记住我的凭据，重新启动 Windows 11以后，很难切换登录账号。不要担心，不需要用到第三方软件删除 Windows 凭据。在 Windows 11的控制面板点击用户账户，点击凭据管理器，点击 Windows 凭据。此时看到了有登录 IP 地址的信息，点击展开它。以下显示登录过的用户名和密码信息，点击删除即可。除了注意登录用户时，不要选择记住我的凭据。切换登录用户时，需要重新启动 Windows 11。以上就是本期 Windows Server 2025知识分享的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技术教学，记得订阅频道詹姆斯的技术世界，也欢迎点个赞支持一下。有什么想学习的主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影片再见。